他们虽然只有几道主菜，它里面竟然有一个猪脚，而且它是就是肥瘦穿插这种猪脚是比较多，像这种比较多肉少骨头的放在这个餐盘上面，我觉得还蛮细心的。鱼的部分我觉得没有特别厉害或推荐，他们肉的话都蛮用心的，就是他们肉都处理得很好，都会给算蛮大块，不会像有些可能红酒炖牛肉都是给非常小的小碎块。其实这个奶酪超好吃诶，它感觉是可能是自己现做的哦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桃园的一家吃到饱餐厅，那这间餐厅蛮特别的。它的名字是四个水，它好像说慢逛，因为店员刚好像说他们老板可能原本要取浪漫的慢，可是浪漫的慢可能太多人用了，所以他就用四个水慢光，蛮特别的。但这家的话，它以 CP 值非常高的 CP 值闻名。那它坐落在这个附近的一个湖畔旁边，所以其实它每个座位几乎都是湖景的座位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而且它以前是单点，然后我记得在今年的时候开始改成吃到饱。那这个吃到饱的话，就 CP 值很高。那中午的话好像有399吃到饱，那晚餐的话是599的样子。对，那小孩的话也很划算，只需要150块。那这边的话，虽然它的菜色不多，对，不会像很多的吃到饱一样琳琅满目，可能80种、100种菜，它的话约莫看起来总数加沙拉水果可能大概30种上下，但主菜肉类约莫在8到10种上下。我觉得其实以现在的物价 CP 值算蛮高的，可能因为坐落在桃园人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整体的用餐的质感还有气氛我觉得都很棒，所以推荐大家来这边。那我们接下来帮大家试吃几样这边的菜。那它这边其实也蛮多沙拉的。那我看到它的鸡肉沙拉给的这个和风家鸡肉沙拉，它的鸡肉给这么大块，这个鸡肉还有点温温的，很好吃哦。它是用鸡胸肉去做的沙拉，很大块又很好吃，蛮对得起这个价位的这个沙拉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它的话还有附这种综合野菇，它分别有香菇跟杏鲍菇。对，综合野菇的话，它也是算是冷盘之一，我觉得也很好吃对，它不会像是我刚刚开始想的是，就是普通的香菇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它的这种算是意式的橄榄油的调味嘛，对，超明显，超好吃，就是不马虎不是随便抽一道菜出来的。我觉得它还蛮用心的。以这个意式综合野菇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不错。但接下来它的烤面包跟小可颂，小可颂就跟一般的吃到饱没有太大差别，因为毕竟可颂可能就差不多是那样子。接下来是它青酱意大利面，这是青酱意大利面，它是用螺旋面。青酱意大利面我觉得味道很好，但是面的弹性有点不够，不知道是煮太久。可是我现在来是5点半，算是他们晚餐第一餐。意大利面我觉得没有到特别推荐啊，没有到很软 Q 或很有弹性、很有嚼劲的意大利面。它是螺旋面，味道很棒，但是口感我觉得中等中下左右。但是我觉得刚刚吃的沙拉跟香菇很厉害，超强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来介绍他们全部的这个主菜部分。那他们主菜大概8到10样肉，对。那我们帮大家试试看。第一个是它这个鱼排，对，这个鱼肉，它这个鱼排啊，这个算是炸鱼排，但是不是没有面衣的那种炸鱼排。我觉得本身味道不错，但是可能鱼肉有点太软糯，没有那么有弹性。我觉得其他地方可能吃过比这个还出色的鱼排，所以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略过看看。接下来是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，有一个猪脚。他们虽然只有几道主菜，它里面竟然有一个猪脚，而且它是就是肥瘦穿插这种猪脚，我觉得这个比例大概肥肉大概是1，瘦肉大概是3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比例还算是蛮不错的。它主餐这个猪脚，我觉得有水准，就是整体的肉，不管是肥肉跟瘦肉跟外面猪脚上面这一块脆皮啊，我觉得都做得蛮好的，就很道地的德国猪脚。对，曾经有在德国吃过真正道地的这个德国猪脚，我觉得跟这个没有差很多，而且味道也蛮好的。虽然它要自己去加蜂蜜芥末或是酸菜去调味，但是它本身的猪脚做的就蛮棒的，肉质很 Q 弹，然后整体的肉处理的味道也很香，不会有太多的臭腥味之类的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鸭肉，它鸭肉这次给的就是切的蛮大块的，然后它把
多可能带骨的一些鸭肉块都去掉，它主要是以比较多像这种比较多肉少骨头的放在这个餐盘上面，我觉得还蛮细心的，帮大家试试看看。鸭肉也很厉害，鸭肉比起我们上次去吃到饱那个富品轩的鸭肉，这个鸭肉比富品轩鸭肉更强。他给的那种鸭肉块都是肉多骨头少的鸭肉块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因为我刚看盘子上几乎都是这一种类型的鸭肉块，像另外一块也是一样，他们特别挑过，这方面我觉得很厉害，很细心，很棒，很值得推荐。但鸭肉的味道，鸭肉比较偏冷一点，没有像猪脚它是比较热，可能鸭肉处理上面冷一点的鸭肉可能比较好吃。那鸭肉的话，我觉得跟其他可能吃到饱的鸭肉比起来，也是在水准以上哦。对，这个我觉得也蛮厉害的。接下来也是他们其中的炸鱼排，其中的主菜炸鱼排，这个炸鱼排就跟刚刚前面的那个鱼肉块差不多。我觉得就是鱼的部分，我觉得没有特别厉害或推荐的。对，反而是刚刚前面两个肉，我觉得比较好。鱼的话，因为鱼肉都有点软糯，可能他们的强项不是鱼，或是在处理鱼上面没有肉海那么强。对，所以鱼的炸衣有点过厚，里面的肉质有点过软，没有那么有弹性。这是一个孔雀蛤，就是很像九孔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它是有调味的哦，它是蒜泥，人家是蒜泥孔雀蛤还是蒜泥九孔？对，其实这两个我有点不会分啦。对，我们帮大家试试看看，给大家看这个孔雀蛤，虽然它的这个九孔还是孔雀，我也不知道。如果讲错的话，大家再播报啊。虽然它给的大小没有到很大，但是我觉得它调味调的蛮好的，因为它调味调的很够味，就是有点酸辣的，就是酸辣加上酸味很重的一个孔雀鹅。然后以新鲜程度，我觉得还算是不会到不新鲜啊，还算是蛮有弹性的。里面的这个孔雀这蛤蜊的这个肉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只是大小没有到很大。因为曾经可能之前在巴黎吃的会比较大啊，或者是说在一些海港渔港吃的，可能相对会比它还要大蛮多的。整体来讲调味不错，但是呢，尺寸偏小。再是这个是炖牛肉，他们肉的话都蛮用心的，就是他们肉都处理得很好，都会给算蛮大块，不会像有些可能红酒炖牛肉都是给非常小的小碎块，但这个这么大块。这个我另外夹2块，这个更大块，它每一块差不多都是这个大小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肉的处理上蛮用心的，帮大家试试看看。这炖牛肉也在水准之上，他们肉类我觉得很强，肉类真的很强。对，海鲜、鱼类我觉得还好，但肉类是他们强项。肉类每一样我觉得都是以它这个价位，这些肉类我觉得至少会在吃到饱里面1500以上的等级的肉类。处理的肉类是这样子，但海鲜的话就还好，海鲜就是符合可能这个比较平价的水准，但肉类我觉得蛮厉害的哦，都在水准之上哦。对，这些大致上就是它的一些主餐的一些肉类的品项的一些介绍。他们虽然这个是599吃到饱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炒虾无限量供应哦。但他给的虾子大概是这个大小，没有到超级大。新不新鲜？我们来试吃看就知道。这个是剥好的，我们试吃看看。虾子是很新鲜的，超新鲜的，吃起来鲜味，虾子的那个鲜味超鲜的，所以它虽然虾子没有到超级大只，但是是非常新鲜的。以这个价位，我觉得也是很厉害。最后我们就要来开箱他们这个甜点。那甜点的话，它有蛮多样的，但是其实像刚刚有看一下那个甜点柜，其实对他们甜点其实期望就没有像他们这个主菜这么高，看起来比较像是外汇类型的甜点啊，就比较像有一些火锅附设吃到饱自助吧的那种甜点，我觉得看起来蛮像的啦。对，然后另外它水果的话总共有附6到7样水果，但水果跟饮料部分可能我觉得其他的把费或是其他像火锅的自助吧，我觉得可能差异性不大，但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自己来试试看。那帮大家试试看，你甜点是不是像是火锅自助吧那种甜点？那它有很多样，那我拿了这几样，那先试试看这个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就真的比较像是火锅自助吧那种不太扎实的提拉米苏啦，对，这个不意外，对，不过它有给甜点也算是小有诚意。另外一个是草莓巧克力蛋糕，帮大家试试看看，这应该是草莓慕斯巧克力蛋糕，
就是火锅自助吧甜点，对，就是比较一般呐、就是很一般，不太扎实的蛋糕。那最后这个是它的小泡馍，但泡馍也是没有特别好吃，外层不够酥脆，不好，没有很好吃，就真的就是火锅自助吧外汇甜点。最后奶酪，其实这个奶酪超好吃诶，它感觉是可能是自己现做的哦，里面的那个奶酪的口感极为绵密啊，超好吃。这个跟那种1500到2000的那种富的奶酪差不多诶，我觉得我开始以为又是火锅自助吧那种吃起来很普通，就是很像比较硬的布丁的那种奶酪，就不一样哦，里面非常绵密，非常滑顺，超有水准的奶酪。对，这个奶酪我觉得很棒，很厉害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漫光是一家餐厅，这个它在5月新推出的吃到饱方案的这个餐厅，大致上开箱就差不多。那整体我觉得这一家餐厅的话 ，CP 值超高，是我会觉得会想要回来好几次的餐厅，因为它用餐气氛很好，停车也很方便。停车超方便，因为其实车位蛮多的，但它坐落地点又开车很方便，好像交流道下来没多久就到了。然后主餐的肉类真的超强，肉类，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比较喜欢肉胜过于海鲜，所以主餐肉类我觉得超厉害，主餐我觉得很厉害，但是甜点就是30-40分，所以就甜点，反正我本来就没有爱吃甜点的啦。那爱吃甜点的大家可以自己斟酌。我比较喜欢吃肉类，还有包含它前面的香菇，我觉得都是水准以上非常多的一家餐厅。所以这家餐厅大家有机会就可以过来看看，对他们，我觉得还算是真的蛮推荐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